哎，你知道嗎？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家新能源車企？這個問題還真不好回答。要說活着能喘氣的，2024年正常經營的大概也就40多家了。但要是往前倒推幾年，2018年的時候有統計說全國有487家電動車製造商，你敢信嗎？這才過了幾年，400多家就沒了影。這淘汰率簡直比考研還慘烈。咱們得先從源頭說起。中國的新能源車這事兒其實80年代就開始摸索了，但真正發力是2009年開始的10城千輛工程，國家開始給補貼推廣。2011年之後，新能源車試點工作搞得如火如荼，那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個風口，豬都能飛起來。於是乎，2014到2017年這幾年，只要你敢說要造電動車，資本就敢給你錢，場面那叫一個熱鬧。當時的邏輯很簡單啊，傳統燃油車咱們技術上追不上人家100年積累，但電動車大家都是新手，這不就是彎道超車的機會嗎？所以一時間 PPT 造車成了常態，投資人也瘋了，看個概念車發布會就敢砸幾個億進去。那時候業界流行一句話，融資、造車、開店、賣車、再融資，這個循環只要轉起來就能一直玩下去。問題是這個遊戲有個前提，要麼你銷量起來了能自己造血，要麼就得融資不斷。但市場就這麼大，等大家醒過來發現不對勁的時候，淘汰賽就已經開始了。現在市場上還能叫得上名的，比亞迪肯定是一哥了，2024年前11個月銷量已經破1000萬了。然後是特斯拉，雖然是美國牌子，但在上海有超級工厂。接着就是吉利、理想、蔚來、小鵬、領跑這些，還有像問界、極氪、藍圖這種背靠大廠的品牌。截至2024年7月，上市的新能源車概念企業有786家，但總市值卻在下降，說明雖然參與者多了，但整體並不樂觀。說到倒閉的車企，這名單可就長了。根據統計，從2020到2024年這5年正式宣告破產或者停擺的新能源車企至少有24家。咱們挑幾個有代表性的說說，每個都是一部血淚史。先說威馬汽車吧，這是最讓人惋惜的一個。威馬的創始人沈輝可不是什麼外行，人家是前吉利副總裁，主導過收購沃爾沃的大項目，妥妥的汽車行業老炮。2015年威馬成立，當時跟魏小李幾乎同一批起步。沈輝最硬氣的地方是堅持自建工厂，在溫州和黃岡搞了2個廠，產能25萬輛。要知道那時候魏小李都還在找代工廠。威馬前後融資11輪，總共拿到了超過350億人民幣，投資方包括百度、騰訊、紅杉中國。2020年那輪100億的 D 輪融資，更是造車新勢歷史上最大單輪融資。威馬2018年推出首款車型 EX5， 當年銷量還真不錯，2019年賣了6萬多輛，僅次於蔚來。但好景不長，從2020年開始銷量就一路下滑。你猜問題出在哪兒？首先是產品質量。2020到2021年，威馬至少發生了11起自燃事故。後來為了降低自燃風險，他們偷偷鎖電，結果續航大幅縮水，車主瘋狂維權，甚至上了315晚會。更離譜的是，威馬為了省錢，把電池供應商從寧德時代換成了一堆小廠，質量直線下降。還有個致命問題，2018年吉利把威馬給告了，說威馬 EX5 抄襲他們的遠景 SUV， 索賠21個億。2024年最高法終審判決威馬賠償吉利4億，創下了中國知識產權訴訟賠償記錄。威馬還有個大問題是內部管理混亂。侯海靜這個高管之前是吉利成都基地總經理，有報道說他離職時把裝着車型數據的硬盤給拿走了，電腦都被砸了。他來威馬後主導產品開發，結果 EX5、EX6、W6 基本都是油改电的老平台，研发投入2019到2021年3年總共才不到30億，同期蔚來1年就砸41.8億搞研发，到2023年威馬徹底撐不住了，10月申請破產重整。2024年1月，法院正式受理。現在威馬有11萬車主，車壞了沒配件 ，APP 功能失效，終身質保成了空頭支票，這些車主是真慘。再說說拜騰汽車，這個更絕。拜騰2017年成立，創始人陣容堪稱豪華 ，CEO 畢福康是寶馬 i8 之父，總裁戴雷在華晨寶馬和英菲尼迪都幹過高管。
團隊裡還有一堆從特斯拉、蘋果、福特挖來的人。就這配置，外界都觉得拜騰是最有可能挑戰特斯拉的中国品牌，一度跟魏小李、威馬並稱四小龍。拜騰前後融資6輪，總共84億，投資人包括一汽、富士康、騰訊、寧德時代這些大佬。但你猜拜騰把錢花哪去了？2018年在南京建工廠，110億投資，按工業4，零標準建的，配備400台機器人，規劃產能30萬輛。聽起來挺唬人，但魔鬼在細節裡。拜騰為了追求豪華車標準，把整車控制器外包給博世，花了近1個億。要知道市場價也就幾百萬。員工名片用進口環保材料，一盒上千塊，國內才300塊。最離譜的是，北美辦公室300多人，2018年光零食採購費就花了700多萬美元，平均每人1年2萬美元的零食費。這是辦公室還是自助餐廳啊？拜騰內部管理也是一團亂麻，中美兩地團隊溝通效率極低，北美研發中心主導進度，中國這邊只能乾等着。高管之間還互相掐架，企業不到1000人卻有29個副總裁，各部門預算只要 VP 點頭就能直接從財務拿錢，完全沒有管控。到2020年，拜騰撐不住了，5月賬面只剩100多萬美元，拖欠員工工資9000萬，7月宣布停工停產。2021年1月，富士康說要救拜騰，結果半年後發現這坑太深，股東內鬥太厲害，就撤了。2021年11月，拜騰被申請破產清算，2023年6月，法院正式受理。從頭到尾，拜騰連一輛量產車都沒造出來，84億就這麼燒沒了。還有高和汽車，這個也挺傳奇。高和是華人運通旗下的品牌，定位超豪華，車型定價都在50萬以上。創始人丁磊之前在上汽通用幹過，背後有江蘇鹽城和青島國資投資。高和2021年上市，但銷量慘不忍睹。2023年8到10月每個月就賣幾台車，你沒看錯，是個位數。2024年2月，高和宣布停工停產6個月，實際上就是變相破產了。高和的問題是定位太高端，但品牌力不夠。50萬以上的價位，你得跟 BBA 和特斯拉競爭，高和憑什麼？愛馳汽車也挺慘的，這個品牌2023年12月被申請破產清算，主要原因是資金鏈斷裂，欠薪欠租，門店關閉。還有天際汽車、遊俠汽車、雲度汽車、自由家、雷丁、漢龍、力帆、博駿、賽麟、前途這些，有的是 PPT 造車根本沒量產，有的是產品力不行賣不動，有的是資金鏈斷了融不到錢，反正各有各的死法。最近倒下的還有極越汽車，這個是百度和吉利合資搞的，背景夠硬吧？但2024年12月突然爆出欠薪裁員，員工圍堵 CEO 討薪的視頻都流出來了。極越2024年前11個月才賣了 1.4 萬輛，月均1300台，還在不斷開新店，這現金流能撐住才怪。哪吒汽車現在也岌岌可危，2024年11月銷量只有1500輛，同比暴跌 85%。CEO 都換人了，合創汽車、遠航汽車、沙龍汽車這些也都在生死線上掙扎。這些車企倒閉受傷的不只是投資人和員工，更慘的是車主。你想想，花10幾20萬買輛車，結果廠家倒了，修車找不到配件，軟件更新停了， OTA 升級沒了，藍牙鑰匙失效，車機系統崩潰，終身質保變成了笑話。威馬11萬車主，高和幾千車主，愛馳、天際這些加起來超過16萬存量車主，每天都在面臨這些問題。二手車更是暴跌，威馬的車折價是正常品牌的2倍以上，很多二手車商根本不收，因為砸手裡了。說到底，為什麼會倒這麼多車企？第一是市場飽和，2024年全年乘用車總銷量預計2680萬輛。但各車企給出的銷售目標加起來快3000萬，明顯供大於求。第二是價格戰太慘烈，比亞迪秦 PLUS 榮耀版直接殺到798萬，10幾家車企跟着降價，利潤空間被壓縮到極限。第三是技術門檻其實沒那麼低，大家以為電動車簡單，其實3電系統、智能駕駛、車機軟件都是硬骨頭，沒有持續的研發投入根本玩不轉。第四是品牌力，新品牌要跟特斯拉、比亞迪這種巨頭競爭，光靠 PPT 和營銷不行，產品得真正打動消費者。
還有個殘酷的現實是規模效應。小鵬 CEO 何小鵬說過，未來能活下來的車企年銷量至少得300萬台，達不到這個規模根本沒法盈利。為啥？因為研發成本、工廠折舊、供應鏈管理這些固定成本太高，銷量不夠就分攤不了。目前全球新能源車企實現盈利的只有特斯拉、比亞迪和理想3家，連蔚來和小鵬都還在虧損，更別說那些小品牌了。余承東說得更狠，他預測2030年中國車企主要玩家不會超過5家，這不是危言聳聽，是行業規律。技術層面也有很多坑，電池安全是個大問題，自燃事故頻發讓消費者心有餘悸，續航焦慮也還沒完全解決，冬天掉電、高速掉電這些痛點依然存在。智能駕駛更是燒錢無底洞，特斯拉 FSD 研發投入上百億美元，小公司哪有這個財力？還有供應鏈問題，芯片短缺的時候，多少車企停產？寧德時代一漲價，多少車企利潤直接沒了。政策變化也是個變數，早期靠補貼活着的車企，2019年補貼退坡之後，一大批就死了。2024年開始補貼基本取消，完全靠市場競爭，那些產品力不行的自然就被淘汰。還有地方保護，有些地方政府為了 GDP 和就業率盲目引入車企，結果項目爛尾，地方財政和投資人雙雙受傷。從全球格局看，中國新能源車確實牛逼。2024年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佔全球 70%， 出口量暴漲，比亞迪、吉利這些已經殺進歐洲和東南亞市場。但國內競爭太慘烈了，30多個品牌擠在一個市場裡互相廝殺，最終只能是大魚吃小魚。現在頭部企業比亞迪、特斯拉、吉利、理想這幾家市場份額越來越高，2024年前10名車企銷量佔比 85%，6%， 剩下那一堆小品牌加起來才14%，4%，馬太效應已經非常明顯了。說句實在話，造車這事兒從來都不是鬧着玩的。傳統車企積累了上百年的經驗，供應鏈、品控、售後服務，這些都是需要時間打磨的。新勢力想用互聯網思維顛覆傳統，理論上沒錯，但實際操作中，很多人低估了造車的複雜度。威馬、拜騰這些倒下的車企，要麼是管理混亂、燒錢太快，要麼是產品力不行、賣不動，要麼是融資失敗、現金流斷了，各有各的問題。但歸根結底，還是沒有造出讓消費者真正認可的好產品。未來會怎麼樣？淘汰賽肯定還會繼續。2025年預計又會有一批車企出局。哪些品牌危險？月銷低於1000台的基本都懸，哪吒、合創、遠航這些已經在邊緣了。哪些品牌安全？比亞迪肯定沒問題，特斯拉也穩，理想、蔚來、小鵬、領跑這些頭部新勢力，只要別犯大錯也能活下去。像問界這種背靠華為的，極氪背靠吉利的也相對安全。對消費者來說，買車真得謹慎。選大品牌雖然可能貴一點，但至少售後有保障，不用擔心哪天廠家倒了車就成孤兒了。那些小眾品牌標新立異是挺好的，但你得想清楚，萬一廠家沒了你怎麼辦？現在買電動車跟前幾年買房一樣，得看開發商靠不靠譜，別最後買個爛尾車。總而言之，中國新能源車這10幾年可以說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創業史，也是一部殘酷的淘汰史。有人成功了，像比亞迪從電池廠變成全球新能源車老大，理想用增程式找到了自己的路，蔚來靠高端服務打出了品牌。但更多的人倒在了半路上，威马、拜騰、高和这些曾經的明星企業，現在只剩下一地雞毛和一堆債務。這個行業從來不缺聰明人和錢，缺的是耐心、執行力和對市場的敬畏。造車這事兒真不是誰都能玩得轉的。